出身底层的我，为了靠习武改变贫穷命运，替武馆核心弟子做牛马10年，只求一个习武机会。可就在师兄答应的10年之期到来之时，师兄不但拿出一张寒门弟子禁武令将我逐出武馆，甚至还说和我这个贱民一起练武，让他觉得恶心。可他绝对想不到的是，他很快就会后悔做出这个决定。此时长衫男子淡漠道：“我一看到你们这种人跟自己一同练武，哼，就会感觉武道受到了玷污。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可是师兄，当年可是您亲口许诺，只要我干满10年，就会为我引荐一位教习。您可是大名鼎鼎的君子剑啊，一口唾沫一口钉。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换个说法，你品行不端，考察期未通过，被逐出武馆了。品行不端，我只感到无比的荒谬，只是连个像样的理由都懒得找了。此时我哪儿还不明白，眼前所谓的君子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兑现诺言。看在也曾同门一场，就最后告诉你个事：1个月后，武行将举行一次决定底层命运的大比，你也可以试试。不过，倘若没有底层武人能赢下3场，那你们不只会被禁入武馆，甚至在家中也不得习武。在家中也不得习武，这几个字让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而且到时候我将代表世家出战，是不会让任何底层人过关的。你要敢出现在我面前，我保证会打死你。君子剑的话，掐死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希望。我练不了武了。我不清楚是怎么离开的，只感觉一切都变成了灰白色。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走着，只是见到熟悉的门牌，我的瞳孔才有了焦距。到家了，不能让爸看出端倪。阿红回来了，快吃吧。如往常一样，我坐下来扒饭，极度的悲哀下，其实我什么都吃不下，但还是做出一副很喜欢的模样吃着。我知道，这些饭菜是父亲起早摸黑拉车挣来的，这么多年，是他默默扛起了这个家。今天练得咋样？我该怎么回答？很好，师兄说我很有天赋，许诺下个月要帮我争取名额，怕我累着，还特意帮请了几天假缓缓呢。好，好，我就知道咱阿红是天才，一定会有出息的。父亲瘦得像是一张纸，也不知是如何拉动沉重的黄包车的，但一提起我，那张几乎被压垮的脸上，就会露出由衷的自豪。爸，你也别太累着了，等我成为大师傅，就买套干净的大宅子，带你去享福。阿红也别太累了，爸不急，不急的。看着父亲自豪的笑容，我强忍住鼻尖的酸涩，我不敢让父亲知道自己已经被逐出武馆了，更不敢让他知道1个月后一切都要结束了。难道我这辈子都无法练武了吗？不，我不甘心。命格，武道灯神。命格，武道灯神，效果1，即日起每练武1日，可顶1年之功。效果2，武道永不退步，永不走火入魔，永远朝着最正确方向进步，永无止境。一天长1年功力，1年就是300-400年功力，哪怕天赋再平平无奇，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吧？我终于看到了改变这个家命运的希望，我要立刻去试一试。饭后，我稍消了消食，就走进2楼那个简陋狭小的练功房，凝定地看着眼前的沙袋。就让我看看这命格到底有多强。沉闷的碰撞声在狭小的练功房内转开。8级拳，练进121%，一行字迹映现在眼前。这是我此前独自摸索达到的进度，走了太多弯路。但此刻打出了这一拳后，我心头当即涌现出密密麻麻的感悟，仿佛已经在另一个时空不断改进了数百遍般。砰！随着我挥出第2拳，这一次沙袋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晃动，显然力道要强多了。8级拳，练进122%，再来！我调整动作，再次出拳。砰！拳头撞击的刹那，沙袋猛地一震，出现了一个个淡淡的拳印，相较前面那拳，力量更强了。8级拳，
练劲123%，明显的进步。这种感觉与以往在黑暗中摸索截然不同，让我有些沉迷。砰砰砰，随着一拳又一拳，原本难以驾驭的沉重沙袋，在一重重的全力冲击下有频率的震荡回旋，渐渐的就化作拳掌间的玩物。练，再练，这种每挥出一拳就会变强一截的感觉，让我无比沉迷。直到鸡鸣声响起，我才终于回过神来，饿得两眼发花。我忙冲进厨房，捧起一碗剩饭，大口扒拉了起来。一大碗下肚，才感觉肚子里稍微实在了点，但身体依然有着隐隐的饥饿感。身体素质变强了，胃腹能力也同样变强了。习武有成的高手，饭量都特别大。像君子剑当年踏入明境后，一顿就要吃2碗药膳。此刻的我，论食量虽还没达到君子剑当年的层次，但彼此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比昨晚强了一大截。一夜之间就有如此惊人的变化，着实是不可思议。随后我看向面板，八极拳。练劲162%，快了，快了！照这个速度，今天我就能真正踏入明境，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武人。而距离决定命运的比武还有29天。昨日君子剑淡漠的话语似乎在耳边再次响起，回想到昨日的种种，我心中有一股戾气在徘徊。29天后的比武，我要当着全金门武师的面，活活打死君子剑。就在这时，我听到那间不到10平的狭小客厅里传来了说笑声，说话的人听声音应是多年前的邻居吴小霞吴阿姨和她女儿江婷。听了会，我心里就已经了然，原来是江婷考上了金门的女子师范，从国外回到金门，顺道过来叙叙旧。女子师范，我微微侧目，能考上的那可都是世人眼中的才女，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而听父亲的语气，是在有意撮合我跟江婷。虽说两人无论才学还是出身都是天壤之别，根本不门当户对，但在父亲眼里，自家儿子始终是最厉害的。随后，父亲和吴阿姨闲聊一会后，便找借口离开。当年你才9岁就拜入武馆学艺，看你如今的气质，也跟练家子挺像，想来已经明镜了吧？练镜、明镜、暗镜、化镜，就是广为流传的武学4大镜。在金门，只要练出明镜，就已经称得上高手了，千中无一。至于暗镜，那可是万中无一的顶尖高手。明镜还差些，不过也快了。的确，我还没到明镜。还没明镜啊？江婷眼中的神采顿时就收敛了大半，有些失望。听说明镜之前的练镜4步为立起于根，主宰于腰，发于脊，行于手。你应该已经练到第4步了吧？没，第2步倒是也练成了。江不由得微微沉默，不知该说什么。因为小时候的遭遇，他崇拜武术高手，也希望将来另一半能是很有安全感的武术界人士。开始看到我那种沉稳自信气质时，他还以为已经是高手，没想到都练到19岁了，竟然还只是练成第2步。那要想练成4步，掌握明镜，怕不是得30了吧？江婷顿时觉得大失所望。霍府想要的撮合两人，在江婷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也用不着再浪费时间。接下来，两人又勉强聊了几句后，江婷站起身来，礼貌地离开了我家。送走这个初次相亲对象后，我再次来到狭小的练功房，继续对着陈旧的沙袋练了起来。随着面板显示的状态不断更新，我对于八极拳的感悟也越来越深刻。短短1-2个时辰，我的脊柱就由一开始的僵硬变得极为灵活。试试效果如何？这一次我发力之时，不仅腰马合一，且脊柱仿佛大龙般绷紧舒展，节节贯通，以最高效的方式将阵脚爆发、拧腰引动的力量传导向上半身。砰！沙袋上的拳印已经由1寸深变为了1寸2深。八极拳练劲185%，我心中生出明悟。如今前3步对应的八极拳阵脚、腰马合一和脊柱传导，我都已经掌握了，只要连上最后的形与手，就能彻底打出明镜。此时早已过了午后，我来到厨房，打算随便热2个馒头垫下肚子。路过客厅时，听到里面传出了父亲和吴阿姨的声音。刚才我叫人去问剑武馆坤打听过了，阿红他已经被逐出武馆了，而且之前也没能成为正式弟子，一直都在干学徒工，没教习肯带他。父亲的声音沉默了好一会，才再次响起。其实当初阿红告诉我他在武馆过得很好，成了正式弟子，我就知道他在说谎了。我也知道这些年他一直在骗我。他其实在武馆过得很难，他之前跟的那个君子剑我认识，每年我都会送钱过去，求那君子剑照顾下阿红，哪怕不照顾，至少也别太欺负他。霍大哥，我知道你是不忍心，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事啊。1个月后寒门就再没法练武了，阿红年纪也不小了，你总不能一直陪他装下去，等阿红想开吧。这孩子最喜欢的就是练拳，打小就喜欢，可我就只是个卖力气的，没本事给他找个好师傅。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能做的也就是陪他演演戏而已。这几天我在车行帮他找了份生计，等他想开了
就去干吧。听着父亲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我心情复杂，默默转身离开，就再次回到狭小的练功房，距离明镜只差最后一步了。我仿佛陷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心头一片空明，一拳一拳的挥了出去，在沙袋留下一个个拳印，前1个寸许深的拳印还没来得及平复，下一拳就又轰击在这个位置，让拳印更加深，1寸2、1寸3、1寸4、1寸5。拳印越来越深，始终没法恢复原状。我也像是疯魔了般，拳术造诣在忘我境地中疯狂暴涨。8级拳练进198%，8级拳练进199%。直至一个瞬间，我忽的福至心灵，猛地一阵脚，8级特有的霸烈劲道凝练成一线，集中于一点，自拳锋倾泻而出，砰！沙袋直接被打出一个坑洞，轰击的爆裂开来，烟尘弥漫。明镜成8级拳。明镜1/6，从此刻起，我就是真正的武道界中人了。10年蹒跚，一朝踏入明镜，我只觉得心情无比畅快，有种酣畅淋漓之感。清理完狭小练功室内的沙尘后，就径直前往最近的药铺，买了24副外敷膏药和2罐内服药膏，这是常人2年的量，拢共要100银元，差不多父亲1整年的收入。可当珍贵的吓人，我自是掏不出这么多钱的，只能先用最珍贵的东西等于母亲留下的一个玉镯子作为抵押，约定1月内结清药钱和利息，才可拿回玉镯子。接着就提着药来到了不远处的一片幽静林子里，找了棵看着颇为结实的老树，开始继续练拳。沙袋破了，总要寻个可以替代的东西。踏入明镜后，过去10年接触到的零碎武学知识就已经彻底耗尽了，也不知还能否继续练下去。我试探着出拳，我的眼睛顿时一亮，有用！这一拳打出去时，我分明对后续该如何练一无所知，但心头依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感悟。8级拳，明镜6/2；8级拳。明镜6/3，拳风呼啸声中，我对于明镜的掌握程度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加深。从一开始的不是很熟练，尝试个10几20次，才能有一次偶然打出明镜，到1个多时辰后，每3、5次中就能有一次打出明镜。常人需要苦练2、3个月功夫才能度过的明镜入门阶段，短短2个多时辰就已经快要被他度过了。曾经耀眼无比，没法望其项背的君子剑，我也能够望见其背影了。我们间的距离已经由原本的2个大镜缩短为了1个大镜，且彼此间的距离每分每秒都在缩短。接下来的时间，我除了必要的睡觉时间，就一直待在林子里练拳，内服外服，渴了就喝一旁的井水，肚子饿了就啃自己带的馒头，馒头吃完了就去最近的馒头店一次性买2大袋，珍惜每1分每1秒。砰砰，沉闷的撞击声在林子里时不时的回荡，我全身心的投入其中，挥汗如雨，一直练到6/135才停下来，拿起一旁的水囊，灌了几口凉水。后生，你师傅是哪个？都进入明镜了，怎的还让你练基础套路？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我转头看去，是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身后跟着个白色练功服的年轻女子。这2人我有印象，以前我明镜未成的时候，偶尔也来这里练拳，10次里有2、3次会看到这2人，但这个中年人和年轻女子从未瞧过我一眼，我也一直都刻意保持着距离，以免出现不必要的冲突。这回想来是掌握了明镜，才有资格引起中年人的注意。没有师傅，就是自己瞎练练。没有师傅？中年人眼底闪过一丝诧异，又似是有些了然。难怪你分明已巩固了明镜，却依然在练基础的拳术，未开始练8级的6大开。6大开，这是什么？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倒是中年人似乎心情不错，笑着道：6大开就是8级大架的核心，分为顶、抱、单、提、胯、缠，其中最凶悍的无疑是顶劲，以顶心肘闻名，一肘顶出，骨断筋折。鲜有人敢正面招架，来，你把手搭上来，体会下我身上的劲道运转。中年人招了招手，示意我将手搭在自己的2个发力关节处。多谢，我知道对方是要指点他拳术，也没有矫情拒绝，大大方方的就搭了上去。看好了，伴随着中年人阵脚发劲，地面微微一震，被践踏出一个深深的坑洼。与此同时，一股狂暴的劲道好似地龙翻身般猛地爆发而出，随着腰胯、脊椎的扭动，刹内卷向右臂，随着束肘悍然顶出，啪！眼前的老树剧烈一震，落拳位置直接凹陷了下去，破碎的树皮爆溅，厉害！我忍不住道了声。我选的这棵老树硬度极高，被我连着打了2天都没出现明显破坏痕迹，但在中年人的顶心肘下，竟然一下就凹陷了下去，要落在常人身上，哪怕不死也要骨断筋折。搭手教了几遍后，中年人就停了下来，让出位置，来，你自己练练看。好，我回想着先前的感受，震脚、拧腰、抬臂、束肘顶出，8级拳。明镜6/136，我眼睛微亮，学到了8级拳新的发劲技巧后，仅仅一拳，我的经验直接就涨了1点。果然，我心中欣喜，拳术进度就是自己对这门拳术的掌握程度，纯粹靠自己摸索。推演虽也必然能全都掌握，但要费上更多时间精力，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就能省却摸索推演的过程，直接就上手练，进展自然会变快。师傅，你说这人要多久才能掌握顶心肘？半月、1月还是2月？不远处，年轻女子饶有兴致地问道。不知，为师跟他又不熟，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中年人摸出腰间的水囊，往嘴里灌了口，漫不经心地说道：“他的眼光是何其之高！若非这小家伙年纪轻轻便掌握了明镜，连让他多瞧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但作为8级拳颇有名气的杀招之一，顶心肘可不是这么好练的，对劲力运转的精准度
连贯度要求极高，差之毫厘就是谬以千里。很多人练的时候走上歪路了都不自知，要没名师指点，或许一辈子都难以纠正错误。哪怕以他的眼光看来，只要能在1月内练成，便算是可造之材了。走了，过几天再来看看。中年人将水囊挂在腰间，背负着双手，悠悠然走向林子外。不出意外的话，等3、4天后再来看，这年轻人应该还摸不着门路。到时候要是这年轻人态度端正，肯主动上前求教，他倒也不吝惜再随手指点1、2句。几天有啥好看的？大师兄被誉为上一代的第一天才，都用了10日功夫才练成，这人难道还能比大师兄更厉害？年轻女子哑然失笑，要求别这么高，你大师兄是何等人物？跟为师当年相比，也就略差了一点。提起自己的大弟子，中年人脸上也露出了满意之色。他的大弟子是鹤立鸡群般的武道骄阳，10日练成顶心肘，也就仅次于他当年的3日练成罢了。师傅当年用了多久？年轻女子眼中带着崇拜，差不多3。啪！就在这时，一声短促凌厉的击打声打断了两人的交流。中年人和年轻女子忍不住转头看去，在他们渐渐呆滞的目光中，我面前的老树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肘印凹陷。顶心肘成了，这才多久？就几句话功夫，练成顶心肘，哪怕是被誉为神枪的8级拳大高手李书行，此刻也是有些怀疑人生。师傅，您刚才说当年用了多久练成顶心肘来着？年轻女子忍不住问道。李书行沉默了下，面色淡然的抬头看天。3句话功夫，这年轻人不错，都快赶上为师当年了。3句话功夫，年轻女子眼中露出狐疑。这时，年轻女子看到师傅面露笑容，迈步走向霍元宏，顿时脸色微变，忙道：“师傅，你不会是要收徒吧？怎么？难道这小家伙还不够当你师弟？”李书行笑了声：“当然不是，可金门武会都立了规矩，不准各家武馆再招收寒门，咱们要坏了规矩，怕是会引得群起针对。他值得。”看着霍元宏的侧影，李书行眼中满是难以抑制的欣赏。这么一个练武的好苗子，不该被门第偏见耽搁。武会的压力，我自会扛下。年轻女子微微沉默，知道难以劝动自家师傅，只是真的值得吗？年轻女子暗暗叹息。而此时，李书行已经走到了霍元宏面前，笑呵呵开口：“年轻人，看你天资尚可，可有兴趣拜入我神枪李书行门下？”神枪李书行听到这个名号，霍元宏心中顿时一震，这位可是活着的传奇人物，拳枪双绝，从未败过。如果能拜入神枪李书行门下，那在大比上打死君子剑，他能从2、3成把握提升到9成8，而且父亲曾经编造出来的天才儿子形象就将成为真实。父亲想必也能扬眉吐气吧？霍元宏拜见师傅。霍元宏丝毫不怀疑眼前之人的身份，毕竟上一个胆敢冒充李书行的，可是连坟头草都没了。好，李书行连道3个好字，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李书行的6弟子。来，这是你5师姐方玉，金门首富的千金，以后要缺钱的话就找她。师姐。霍元宏上前见礼，年轻女子见状有些无奈，可自家师傅都做决定了，她也不好多说什么。摸了摸腰间，发觉没带钱包，就摘下手上的玉镯塞了过来。洛，这个给你，算作师姐的见面礼。谢师姐。霍元宏大大方方的收下，谢过师姐后，又对李书行道：“师傅，我原本的学徒身份应该还在问剑武馆呢，不知是否？”这几日他一直没收到问剑武馆发来的重名信，去武馆问也没人搭理。君子剑内司根本没将他当回事，连吩咐人办理除去身份的手续都给漏了。小事。李书行拍了拍手，不远处的树丛后方当即转出一名上了年纪的老者，行走间无声无息，好似鬼魅般。这是老徐，跟了我几10年了，就由他带你跑趟问剑武馆，将身份档案都提出来。谢师傅。霍元宏道谢了声，旋即便跟着老管事上了辆黄包车，一道赶往了曾经待了10年的问剑武馆。1刻多钟后，霍元宏跟着老管事一起走进了熟悉的问剑武馆。一位神枪武馆管事的到来，对馆内的人而言也是件稀奇事，自然吸引了不少注意。但不管是看门的弟子，还是巡逻的高手，被老管事一眼扫去，都像是中了邪般，下意识的让开一条路。就这样，两人畅通无阻的就来到存放档案的编审室，取走了需要的身份档案。师兄，你看，那不是以前你那院子里的学徒吗？叫什么红来着的？出去的时候，不远处有人认出了霍元宏，忙跟刚过来的君子剑道，他身边的那个，看衣服似乎是神枪武馆的人。君子剑的目光一扫而过，根本没在霍元宏身上停留，直接便落在了那名穿着神枪武馆服饰的管事老徐身上。这人倒是会攀岩附势，刚被师兄逐出武馆，转头就攀上了别家的管事。一旁有人笑着道：“走吧，没什么好看的。”君子剑收回目光，此时霍元宏已经办完了手续，彻底将身份从问剑武馆的名册上移除。真传，时候不早了，我先送你去武馆吧。上了年纪的管事老徐道：“有劳了。”霍元宏道：“真传。”听到这个称呼，刚转身走了几步的君子剑，忽的身形一滞，旋即猛地转过身来，看向穿着神枪武馆服饰的老管事，以及一直被他无视的霍元宏，眼底带着难以言喻的惊愕。神枪武馆只有一位馆主，就是李书行，而能被称作真传的，也就只有馆主弟子，也即是李书行的弟子。可是这怎么可能？君子剑眼中带着难以置信。要知道，以他的天赋之高，当年都没能入得李书行的法眼，这个一直没被他当回事的泥腿子，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李书行的弟子？以李书行的眼光，招收的就算不是绝世奇才，也至少得是画境有望的天才。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这泥腿子怎么可能天赋比我还强？君子剑死死盯着霍元宏，虽有心想要上前问个清楚，但碍于在众同门面前的淡漠形象，终究还是按捺了下来。
查，回头他就发动家里的力量去查个清清楚楚。不久后，徐管事便带着霍元洪在神枪武馆办好了手续。师傅走进一间宽敞的练功室，霍元洪再次见到了早已等着的李书行，打量了下霍元洪挺拔的模样，李书行满意的点了点头，抛过来一块铁牌，这是回春堂的药牌，临近阶段用的药尽管拿，反正都挂你师姐的账，不用省着。李书行笑着道。看着手里的药牌，霍元洪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正是他当下最急需的东西。进入明境后，他原本在药铺买的药明显就不够用了，跟不上身体的飞速蜕变，只是那些明境阶段药膏根本不是他能买得起，所以只能先凑合用着炼境阶段药膏。而现在有了师傅送的药牌，他至少在明境阶段无需担心身体亏空了。好了，趁着时间还早，为师今天再传你点真家伙。八极拳由枪法演化而来，拳法手法也是枪法，练到高深处可达到枪肘合一的境界，出肘如出枪，穿透力极强。在练的时候也要配合大枪来练。说着，李书行从一旁的武器架上取下杆白蜡枪，紧接着李书行拿着枪细细讲解了一遍要领后，突然一声低哼，右脚重重踏地，手中白蜡枪陡然刺击而出。只听一声轻微的声响，枪尖径直刺入墙面叠着的宣纸中，再犹如行云流水般抽出。待李书行收枪后，霍元洪细细观察了下被刺穿的宣纸，惊奇地发现这些叠了10层的宣纸上，竟然从里到外都只有一个平滑的枪口断面，仿佛不是被大枪扎过，而是被人用刻刀细细打磨出一个的一个光滑平整窟窿。这是多么可怕的掌控力！随后在演示了几遍后，李书行就将白蜡枪递给霍元洪，而他自己则是背着手离开了。这么快，咋不多教一回？门外，师姐方玉好奇道：“先让他自己练练吧，也好叫他知道高深练法跟外面那些粗浅把式的差别，免得骄傲了。”您老教了什么？刺指？啥？刺指？当年大师兄费了几屋子的纸都没练成，被折磨到差点怀疑人生的刺指法，这玩意您让一个新人上手就练，不打基础了。方玉闻言懵了，这有啥？当年为师刚入门时，你师祖教的也是这个，想给为师一个下马威。李书行背着手走向外面，悠悠然道，结果为师硬是没请教任何人，只用了5天时间就能刺出水波纹，比你师祖也就快了小半月。一想到当年自己师父那精彩的神情，纵使时隔数十年，李书行依然露出了淡淡的笑意，这也是他们这一脉的老传统了。入门的时候，师傅总喜欢给徒弟来个下马威，摸摸徒弟的底。呼，握着这杆分量不轻的大枪，霍元洪拉开架势，学模学样的蹬地、拧腰、刺激。吃辣，墙上挂在一起的宣纸直接被枪尖撕扯开来，纷纷扬扬，大半都掉落了下来。八极拳临近6%143，再来！霍元洪毫不气馁，消化了这一枪的感悟体会后，便再次出枪。吃辣！这一次宣纸虽还是被撕扯开来，但相较于上一次，撕扯程度轻了许多，只有一半被扯得掉下来。继续，八极拳临近6%144，霍元洪沉思片刻，便调整姿势，又一次出枪。接下来的时间，霍元洪就一直待在这里，每出一枪便消化片刻，旋即再出一枪，再消化体会，几乎每一枪都能比前一枪进步不少。没过多久，他就能做到不会将任何一张宣纸撕扯的掉落，这意味着他已经能将劲道初步聚拢起来，窥到这门练法的门径了。继续，咕嘟咕嘟喝完旁边的茶水，又吃了几口师傅在练功房内备着的明镜阶段药膏，霍元洪就再次提起大枪，开始新一轮的刺激练习。呼呼呼，枪尖撕裂空气的呼啸声在练功室内不断响起，还伴随着宣纸被刺破的吃辣声。待到临近傍晚的时候，随着霍元洪一枪刺出，宣纸以枪尖落点为中心，浮现出一圈肉眼可见的波纹涟漪。登堂入室了，八极拳临近6%196，不愧是排行第1的武馆，功夫就是难练。光这一门基础练法，我练了快1个下午才终于登堂入室，还是太慢了。要想练到大成，怕不是得整整2天。师傅看到了，想来会很失望。也不知师傅当年用了多久大成，但既然能上手就练出明镜，想来2天总该大成了吧？不行，晚上回去再加练3个时辰，明天来之前争取能刺穿3层纸而纸不破，达到小成的程度，不能让师傅太失望了。霍元洪心中升起了浓浓的危机感，这天下怎么会有师傅这样的怪胎？练功速度比有着1分耕耘365份收获的他还要更快，5倍还需更刻苦勤奋。练，继续练，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霍元洪忍着肌肉的酸痛，挺直了腰杆，一遍又一遍的继续练了起来。时间就在这种忘我的境地中不知不觉流逝，待到日暮西垂，面板上的进度已经变成了八极拳，临近6%209。照这个速度，只消再有个3、4天，他就能明镜圆满了。眼瞧着时间不早了，霍元洪收了枪，找账房支取了这个月的100银元生活补贴。这么大笔钱，都快赶得上父亲辛苦1整年的工钱了，还是先拿了放心。拿到钱后，他在馆内买了一杆白蜡枪，堆得很高的6箱宣纸，雇了几个杂役搬到家里去。50吞金窟啊！霍元洪真切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光是买这些器械的花费，就相当于父亲大半年工钱。离开武馆的时候，霍元洪眼角余光忽地扫到一道背影，他微微一怔，感觉那背影看上去像是父亲，只是距离太远了，加上只是匆匆一瞥，不太好确定。待他挤上前去看时，那人已没入涌出的人群中，不见踪影，怎么也找不着。大抵是看错了吧？霍元洪微微摇头，这几天父亲都很少回来，连夜里也在外面，不知在忙些什么。好在从此以后，有着武馆
每月100银元的补贴，他家足以生活无忧，父亲也不必再这么辛劳了。老爷，霍父小心翼翼地哈着腰，引一位神枪武馆管事来到黄包车前，待其坐稳后，才拉着车小跑了起来。这位管事胖得像个球，一个人的重量抵得上2个人。霍父既要拉得快，又要拉得平稳，很是吃力。不一会，后背短衫就被汗水湿透。哎，今个可算是碰见稀奇事了，馆内竟多了个真传。老徐还一直藏着掖着，死活不肯透露真名，倒是看那模样挺年轻的，还未必有20岁。霍父只当没听见胖管事的低声自语，埋头卖力地拉着车。他能被胖管事看中拉车，就是因着嘴巴紧，不该说的从不多说，只是心里面也不由得升起羡慕。不到20岁，那岂不是跟阿红差不多大？竟然就已经是馆主的真传了，这得是何等的天才人物呢？他家阿红要能有这位真传天才的一成天分，他也就满足了。老爷，最后一笔钱俺已经凑齐了，不知娃子的差事啥时候能定下来？一直等到胖管事不再想事情了，霍父才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些时日，他一直在为儿子的差事奔波，而车行的差事里最让人眼馋的，无疑就是替神枪武馆拉车的黄包车夫了。不仅每天只需要拉来回2趟车，很是轻松，且给的工钱也相当丰厚，每月有整整10块银元呢。但这么好的差事，抢的人自然多，霍父自己都没能弄到一个长期位置，可为了自家娃子，还是想方设法巴结上了一位武馆的管事，想请其出面打个招呼。作为神枪武馆手握实权的管事，哪怕官府的巡长见了都要客客气气，在霍父甚至曾经的霍元宏眼中都是难以高攀的大人物，安排这么桩小事自是轻轻松松。老霍啊，你也知晓，武行的禁武令发出来后，很多百姓都没法拜入武馆了，就转而开始谋求武馆的各种差事。毕竟哪怕只是替武馆拉车的、烧饭的，说出去也要高人一等，只要不出错，几乎就是铁饭碗。听着管事的话，霍府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果然，略一停顿后，就听到车上的管事慢吞吞道：“所以呢，抢的人多了，这差事自然就更紧俏了。现在得360银元一份，360银元。”霍府顿时呆住了，这么大一笔钱，把他卖了怕都凑不齐。要知道，连180银元他都是设下脸面，向吴小霞借了160块才终于凑够，现在一下子涨到360银元，这怎么可能掏得出来？360银元是眼下的价钱，等再过1个月，8成还得涨。老霍，你可要想清楚啊，钱凑不够，把房卖了不就有了？管事坐在黄包车上，吹着傍晚的凉风，不紧不慢道：“卖房。”霍父沉默了。那间老房子虽然很破很旧，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他家待在金门的根基。这天傍晚，霍父将车上的管事送回家后，就坐在巷子的角落，一直到夕阳渐渐落下，他都是沉默无声，就像是巷角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老了，看着水洼里倒影出的那道佝偻着的模糊影子，霍父喃喃了声。当年他也是像阿红那样年轻朝气，浑身都是使不完的气力，但这么多年黄包车拉下来，腰背再也直不起来了，头发也白了。阿红绝不能像他这样辛苦一辈子，留下满身病痛，还要终日给人陪笑哈腰。即便将来成不了事，有神枪武馆的车夫差事在，至少能吃饱穿暖，轻松的过完这辈子。至于再往后，没了老房子还怎么传承香火？只要阿红过得好就够了，就够了。喃喃声中，父亲佝偻着背，朝着家的方向慢慢走去，背影在昏黄的落日下拉得很长。回家的路上，霍元宏先跑了趟回春堂，掏出师傅给的药牌，买了些药膏。这些药膏足够支撑他练到明镜巅峰，不过据说等到明镜巅峰后，就得用赤炼膏养补才能跟上消耗。可这种顶级药膏哪怕在世家都算稀罕物，产出量少得可怜，回春堂根本没有。倒是方才听管事说，几天后有个神枪武馆跟其他武馆的小比，第1名的彩头就是赤炼膏。拿了一大堆明镜阶段用的药后，霍元宏又在附近菜市买了些平时舍不得买的肉和菜。现在有钱了，自然要改善下伙食。回到老舅狭小的屋子时，父亲还没到，霍元宏就拎着大袋小袋的东西走进了厨房，做了一大锅猪肉白菜粉条。随后来到了那间狭小的练功房，给墙面布置上缓冲层，又挂上整齐的10层宣纸，端起架在一旁的白蜡枪，拉开架势，随着胸膛有节奏的稳定起伏，感受着气从咽喉吞入，再从鼻尖喷吐出。霍元宏的心也渐渐宁静了下来，白天的经历在心头一幕幕回放。虽然如今有李书行这样的大师做靠山，但唯一能真正依靠的就只有自己的拳脚。洗去一飞冲天带来的浮躁，霍元宏的心变得无比空明，眼前的景物似乎都消失不见，唯有手中的大枪以及枪尖尽头的宣纸。专注，热忱，枪出，无悔，是枪尖呼啸着穿行过空气，刺中墙上的宣纸，在纸面上荡漾开一圈肉眼可见的清晰波纹。但与先前不同的是，这一回发出的声音不再是熟悉的哧啦声，而是短促一声之后才响起撕破宣纸的拖拽声。回气，收枪，上前查看，只见最外面的那张宣纸竟然只有枪尖捅出的一个平整孔洞，没有力量外溢出现的多余破损。8级拳明镜600%210时，更进一步了。随后，霍元宏来到住所附近的老树面前，随着阵脚爆发，一肘顶出，啪！老树上出现了一个半寸深的新凹陷，跟原先留的浅凹陷相比，深了1倍还多，又强了一大截。而此时距离大比打死君子剑还剩26天。回到家中，霍元宏提起大枪，继续操练起来。然而，在打了差不多2遍后，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响起，随着咔嗒一声，厚重的防盗门被拉开，父亲终于到了。爸，你回来了。霍元宏笑着从厨房里端出剩下半锅白菜猪肉粉条。今天有个好消息跟你说，我拜入神枪李书行门下了。没错，就是那位金门第一。以前我都是骗你的，
我也知道你一直在配合我演戏，但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这是我的身份牌，还有领来的生活补贴。说着，霍元宏将一大袋银元推到父亲面前，脸上满是笑容。拜入神枪李书行门下了。霍府闻言，先是微微一怔，旋即心下了然，阿红又在骗他了。想来是问剑武馆的故事编不下去了，从哪听说神枪武馆的李馆主新收了位真传，就编了个新的故事。好，我就知道阿红是天才，竟能让李馆主不惜挖墙脚也要收徒。霍府很是配合，这么年演下来了，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拿着身份牌看了几眼后，先是露出之前配合演戏被戳穿的尴尬，旋即露出惊喜、欣慰、感慨，心里暗道：这身份牌做的还真像回事，才知道蛮不错的。还有这些银元哪来的？难不成阿红将玉镯子给当掉了？爸，以后你就不用再拉车了，靠着我每月100块的生活补贴，咱们能顿顿吃肉，也不用再吃螃蟹了。霍元宏笑着硬是将30银元塞到父亲手里，自己留了7块备用。哎，不用，爸用不到这么多钱。霍父连道，但终究还是抵不过霍元宏硬塞，只得惴惴不安地收下了那30银元。罢了，就当是给阿红攒点彩礼钱，免得他胡乱花完了。霍父心道，这个夜晚，老霍家终于不用再吃白捡的螃蟹了，一大碗的猪肉白菜粉条，热乎乎的，吃着喷香。饭后感觉消食的差不多了，便再次走进了练功房中。再来，霍元宏端起大枪，感觉手臂很是酸痛，腰背腿脚也同样酸痛，很想放下大枪，躺平了舒舒服服睡一晚。但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够打死君子剑，又有什么资格休息？回想过去10年，君子剑带来的一幕幕压迫，他的心中就涌现出戾气，强烈的情绪能激发人的潜能。这一刻，霍元宏忘却了身上的酸痛，死死地盯着枪尖延伸过去的宣旨中心点，阵脚、拧腰、爆发，呼，随着鼻子喷气，手中大枪在脚部、腿部、腰部、手臂拧成一股的劲道推动下，悍然刺出，眼前的宣旨仿佛成为了君子剑的背影。过去10年的压抑灌注于大枪中，如火山般爆发，倾泻而出。他可以忍受有人受祖辈硬币，生来高高在上，但没法忍受那些人高高在上的同时，将他这样后来者追逐的门户也一并关上锁死。枪尖再次刺穿宣旨，这一回不止最外层那张没有多余破损，第2张也只有一个平整的枪孔。8极拳宁静6%228，快了，就快小成了。清晰观察到变强的感觉，让霍元宏心中斗志十足。体会完这一枪的感受后，就继续挺枪。刺激，枪尖呼啸，汗水沿着枪杆上缠着的皮层滑落，箱子里叠着的厚厚宣纸越来越低。也不知练了多久，一直到精神疲惫到极点，霍元宏才抱着大枪昏沉沉睡了过去。翌日清晨，没等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霍元宏就已经醒来。睁眼的第一时间，身体就本能跃起，拉开端枪的架势。对了，昨天练到哪里了？霍元宏扫了眼透明面板，8极拳宁静6%237，晚饭后练的那一阵又长了10进度，应该快了，马上小成了。有了明确目标，霍元宏吃了口药膏，就继续练了起来。朝阳从东方跃出，洒遍满室。迎着初升的东西，霍元宏一枪刺出，3声轻响几乎连成一片，随后才是轻轻的撕扯声。走到近前，将挂着的宣纸一张张取下来看，只见外面的那3张都只有一个平整的孔洞，几乎一模一样，犹如被人用尺子量好后再细细雕琢出来般，3层不破，小成了。霍元宏收起大枪，走出练功房，发现父亲竟然已经出门了，比以往都要早些。不知是做什么去，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去武馆了。也不知这种基础练法练到小成的程度，能否让师傅满意？师傅，你说小师弟应该不会心境崩溃吧？不至于，我李书行的弟子哪会这么脆弱？顶多就是受到点打击，不至于一蹶不振。也是，毕竟才一个下午，哪怕摸不到门禁，应该也还没到怀疑人生的地步，要有点信心。你又怎么知晓？你这小师弟真就摸不到门禁？李书行笑着下了车，很快便来到了练功室前。推开而入的刹那，李书行一眼就捕捉到了霍元宏脸上有些凝重的神情，似乎是因为摸不到门禁，心情沉重，还能稳住神情，心性倒是不错。李书行暗暗点头，旋即露出和蔼的神情，温声道：“昨天练得如何？”师傅。霍元宏忙行了一礼，说来惭愧，昨晚太累了，弟子竟然练着练着就睡着了，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没事，年轻人嘛，嗜睡正常的。先说说练得怎样，具体点。听霍元宏这么一说，李书行心中就大致有数了。虽然没摸到门禁，但算是勤奋，晚上回去也依然在勤学苦练。不错，对于这个弟子，李书行还是挺满意的，天赋可以，又肯下苦功夫，也就勉勉强强。昨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才刚刚能刺出水波纹，然后夜里差不多天刚黑的时候，练不出名堂正常的。为师当年也是。你说啥？安慰的话刚到嘴边，李书行忽的感觉有些不对。刚才他的这个小徒弟说了什么来着？临近傍晚，才刚刺出水波纹。李书行背在后面的手中那颗核桃，咔的一声被失控的力量捏出一条裂痕。不到一个下午，练到登堂入室，这天赋竟比他当年都要更好。师傅，咋了？霍元宏疑惑的抬起头，没事，你继续。然后呢？李书行露出蔼然笑容，示意继续讲。然后夜里差不多天刚黑的时候，状态比较好，能做到最外层那张纸不破了。最外层不破。李书行面无表情的抬起头，看着天花板，背着那只手中的核桃，已是布满了裂痕。当年他做到这个程度，可是花了5天，而眼前这个徒弟，吃饭前练了一会就突破了。不过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还是要亲眼确认下。好，霍元宏应了声，提起枪，调整好呼吸后就蹬地。
拧腰，循着感觉向前一刺，枪尖丝滑地穿过了前3层宣纸，没有出现力量外溢的破损，一直睡到凌晨起来，趁着天亮前练了一阵，才终于勉勉强强小成。霍元宏收了枪，惭愧地说了声啪，那颗不堪重负的核桃，在李书行面无表情的尽力挤压下，终于被捏爆，勉勉强强小成。李书行看了好一会天花板，才再次看向自己的小弟子，露出和颜悦色的神情。练了这么久，才刚刚小成，确实只是一般，但为师相信，只要你能继续勤奋刻苦，一步一个脚印，终有一天会练出一番成就。听到这话，旁边的方玉顿时一脸茫然地看了过来，他听到了啥？一天都不到的功夫练到小成，还只能算一般。师傅说这话，良心真的不痛吗？师傅放心，弟子还能做到更好的。没事，劳逸结合，也不用这么玩命。李书行被在身后的手握拢又松开，握拢又松开，好不容易才终于平复下来。随后他缓声道：“3天后有个小比，是本馆与其他武馆20岁以下的切磋，到时你也体验下，别有压力。其他武馆，那问剑武馆的人也会来，这是自然。你当年那个便宜师兄也会来，只不过他年纪超过20了，出手的应是他最看重的亲弟弟，也是问剑武馆的王牌。李书行自然清楚这个小徒弟想的是什么。师傅放心，弟子定拿第一。”霍元宏道：“不管是为了干翻君子剑的亲弟弟，还是为了管事提过的小比第一彩头，赤练高他都必须要拿第一。没事，别压力太大，就感受下氛围。好了，多说无益，上午为师还有点时间，就教你一个时辰。接下来的时间，霍元宏端枪专注的练着，李书行则是在一旁指导着。就这样，练功室内，霍元宏专注的练枪，准备在3天后的小比中压下君子剑的亲弟弟。而另一边，霍父已经跟随着那个胖乎乎的管事，来到了办理登记入册的编审室。老爷，这是360银元。霍父卑微的笑着，将一沓天朝新发行的银元券小心翼翼放在一个半眯着眼睛的老头面前。家里的老房子贱卖了300银元，好再加上吴小霞那借的钱，倒是足够给自家儿子讨份武馆车夫的生计了。至于给胖管事的72银元回扣，霍父一大早就塞过去了。老头管事拿起银元券，沾了沾唾沫，慢条斯理的数了起来。霍父则是紧张的看着，不敢发出半点声响。刚好360银元。听到老头管事确认的声音，霍父才终于松了口气。哎，你家娃子叫什么名字？老头管事手指沾了沾唾沫，翻开角落里的杂役名册，再提起一旁架着的毛笔，就打算添个名儿。霍元宏。啥子？霍元宏？哪个霍元宏？老头管事本要落笔写，但听清霍父报出的名字，登时被惊得手一抖，墨水污了一大片，却顾不得清理，满脸猛地抬起头，看向正有些惶恐的霍父。霍元宏这个名字，他可当真是太熟悉了，才刚写过。但问题是，那个霍元宏可是馆主的真传弟子啊！来，你来写下，是怎么3个字？老头蹭地站起身来，将毛笔塞过去。霍父小心翼翼接过笔，在空白宣纸上僵硬的运笔涂抹着，好不容易才写出了3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霍元宏。看着眼前的名字，老头管事手抖得更厉害了。这一回敲竹杠，给敲到馆主亲传身上了。哎呦，我到今个砸喜鹊都叫个不停，原来是霍老爷要来了。老头堆出笑容，像不久前的霍府那样，小心翼翼地陪着笑，又忙不迭地从桌案下摸出那360银元，还故意多带上了几张，塞到霍府手中。你瞧瞧老儿这老眼昏花的，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老爷，这愣看着手里回来的银元券，霍父一阵手足无措，还倒是自己哪做的不好，犯了忌讳。一旁笑呵呵的胖管事也是莫名其妙，老头，你这是咋了？要哪不满意就说啊，咱都多少年老交情了。胖管事走上前，将老头拉到一边，低声说道：“哎呦，我的爷，你可知道他儿子是谁？连他的竹杠都敢敲。”老头脸上的褶子都快扭曲了。谁啊？胖管事有种不好的预感。就是昨天来的那位馆主真传，馆主真传。胖管事顿时就懵了，不是，他就收个回扣，咋收到馆主真传身上去了？这一瞬间，他感觉兜里的那些回扣烫得吓人，忙全都摸了出来，快走几步塞给霍父。哎呀，老霍，恭喜恭喜啊！胖管事满是肥肉的脸挤作一团，露出夸张的笑容，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霍父更加手足无措了，这2位往日在他眼里很有身份的老爷，竟然都对他这么客气，这可是从没碰上过的怪事。但很快，他就从老头口中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儿子阿红成为馆主真传了。馆主真传，馆主真传，喃着这4个字，霍父整个人都是懵的。昨天夜里，他以为阿红还是在骗他，于是便配合着儿子演戏，结果竟然是真的。我儿子是天才，是天才！霍父的眼眶红了，使劲的揉着眼睛，不想在外人面前失态。自豪、骄傲、欣慰、喜悦，种种情绪涌上心头，声音都哽咽了。老霍，这个红包你可得收下，咱俩这么久的交情了。见外啥？胖管事满脸笑呵呵的模样，忍着心疼从袖子里又摸出了2张银元券，硬是塞给了霍父。听说你将老房子卖了，卖给哪家了？我亲自出面去帮你讨回来，再翻修一下，还不要钱。客气啥？就一点小小的心意，以后咱俩就是兄弟，有啥事尽管来找我。傍晚，霍元宏拎了根猪肋排回到老房子里，发现父亲竟已经在了。不止如此，这个到处是蟑螂的老房子里还很是热闹。武馆的2个管事跟父亲很是亲热的聊着家常，除此之外，还有着几个穿着短衫的人在手脚麻利的补着墙上的裂缝，翻修房屋，抓着蟑螂。
霍真传回来了。看到霍元洪进屋，胖管事笑呵呵的起身迎接。管事。霍元洪微微点头，打了声招呼。老头管事也笑着起身，说了不少吹捧的话，又不动声色的塞过来一沓东西。霍真传也不动声色的就收下了，又客套了几句后，就见胖管事笑呵呵道：“霍真传顺利晋升，这可是大喜事，不知可否赏脸桂香楼一句。”霍元洪看出这两人的意思是来拉拢自己，如果日后要执掌齐武馆事务，那他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宴请。但他的志向是师傅那样的画境之上，哪还有功夫挥霍在这种拉帮结派的事上？另一方面，他看出来两位管事的存在让霍父很是拘谨，捧着茶杯的手都是抖的。这两人的一点小心思，哪有让父亲轻松自在重要？于是霍元洪便做出一副为难之色：“两位的心意我领了，只是师傅布置的功课还没完成。”“无妨无妨，霍真传只管练功，我二人茶也喝得差不多了，就先告辞了，下回再请霍真传去桂香楼。”两人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但看着霍元洪行走间犹如大枪般的气势压迫，他们很快就恢复了笑容，笑呵呵的拱手告辞。待两位管事和那几个装修工离去，早就迫不及待的霍父急忙坐过来问道：“阿红，你当真拜入李馆主门下了？”“真的，千真万确。”霍元洪有些无言，看来昨天父亲还以为他在演戏。好好好，得到自家儿子的亲口确认，霍府连道3个好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开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夕阳静好，屋里没有外人，霍父也不再像方才那样拘谨，脸上满是骄傲的笑容。过去几十年的苦难似乎都在这一瞬消弭，像是回到了年少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值了！看着父亲骄傲的模样，霍元洪只觉得这些天的日夜苦练都是值得的。他终于做到让父亲能在人前扬眉吐气了，但这还不够。是霍元洪以快做枪刺激，将一只试图上桌的蟑螂精准击落。他还要让自家住上没有蟑螂的大房子，干净整洁的富人区。吃完饭后，霍元洪继续练枪，许是多年来的一块心病终于消弭。今晚练枪的时候，感觉无比的畅快自如，在买大房子的驱动下，更是忘却了肉身的疲惫，一枪又一枪，将明镜进度不断往上推，一直练到了8级拳。明镜600%362才收起白蜡枪。我现在的层次已经处于小成的后期阶段，凌晨爬起来开始练，估摸着到明日晌午就能踏入大成阶段。距离金门大比还有25天，距离跟武馆间的小比还有2天多点。这种每天都变强一大截的感受，让霍元洪无比沉迷。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抱着白蜡枪睡，期冀着梦里也能练一练。第二天待到午饭前，随着连成一片的吃响，一个平整的枪孔将7张宣纸穿在一起，7层不破，明镜大成了。看着面板上的8级拳，明镜600%420，霍元洪只觉得心里无比的充实，被实力提升的成就感充斥，也不知道现在施展顶心肘威力如何。这个念头一起，便再也压不下去了，迫不及待的想看看2天的成效。再次回到当初跟李书行相遇的老树面前，沉身正脚对着树桩一肘顶出，啪！树桩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凹陷，不像之前那样半寸深，而是足有半个拳头那么深。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这么厉害了。看看眼前的凹陷，霍元洪心头不由得感慨：一绝顶，2豪杰，13太保无敌手。这个霍元洪竟然明镜入门，拜入被誉为绝顶的神枪李书行门下。富人区的小洋楼中，吴小霞眼中露出惊异：神枪李书行那是何等了不得的人物，哪怕只是其不公开的弟子，也足以光宗耀祖了。况且与江婷不同，他在金门待的那段时间，曾细细了解过金门的风土人情，也自然清楚金门武馆的规矩。寒门10年学徒几乎等同于苦力，得转为正式弟子后才能得到师傅教导，有时间练功夫。换言之，霍元洪是近期才开始正儿八经练功的。哪怕当初跟霍父说的谎言是真的，霍元洪其实在2个月前就已经转为正式弟子，甚至已经被偷偷收徒。那正经练武的时间也依然不过2月，2个月练成明镜，就算有着李书行及善教弟子的缘故，这天赋也相当不错了，堪称天才。有如此天赋，怕是半年就能明镜大成。暗镜估摸着也就是3、5年内的事，将来甚至有不小的希望踏入画境。可惜，吴小霞叹息了声，可惜他已经没时间成长起来了。24天后的金门大比，要没有寒门能连胜3场，所有寒门都不能在明面上练武了。可哪怕李书行暗箱操作，想连胜3场，也少说的有明镜巅峰的实力，才能搏一搏。没时间了。吴小霞摇了摇头，很是惋惜。要再能多给霍元洪1年时间，哪怕只是半年时间，也未必不能搏个远大前程。可惜时间不等人啊，没法走到台面上来，就没法在一次次的踢馆中养出无敌之势，将来成就或许便会止步于暗镜，无望画境。从目前收到的消息来看，李书行也只是私下收徒，都没有传告各方大摆拜试验，显然是不打算让霍元洪走到台面上来，只是将其当作武馆的一枚案子培养，日后负责处理一些不便明面出手的事。根据从霍府那商会那得来的零碎信息，吴小霞抽丝剥茧地分析着，慢慢梳理出了霍元洪的未来。在他看来，哪怕会有点偏差，鹰也大差不差了。妈，既然霍元洪日后成就有限，多半会止步于暗镜，也不会走到台面上充当武馆掌事人，那你还一遍遍翻看资料干什么？江婷有些不解。暗镜很弱，吴小霞看了自家女儿一眼，任何一位暗镜都是万中无一的高手，7步之内全比枪快。在画境作为战略威慑不得轻动的情况下，暗镜就是处理俗事的最高武力。我们商会财力雄厚，在大型商会中都是拔尖的，但最致命的短板无外乎几方高手不够，抽调不出信得过的暗镜在金门久住，而光靠前聘请外来暗镜，早晚会被反客为
为主，但要能多一位己方的暗劲常驻，制衡监督聘请来的其他暗劲，便彻底可以走活金门这盘棋，不像现在这样得步步小心谨慎。妈，你不会是想招霍元洪为婿吧？江婷渐渐回味过来，有些难以置信的问道。是。吴晓霞直接承认，以他的天赋，还有李书行的教导，暗劲巅峰总还是能成的，日后必会是我的左肩右臂。况且真成了你的夫婿，我自会想方设法为其争一个化境的机会，哪怕是外力促成的虚浮化境，那也是化境。那于明堂不是更合适吗？他是世家出身，不受禁武令影响，天赋也很好，最近又有了突破，先霍元洪一步明镜小成了，以后暗劲是板上钉钉，化境也大有希望，且还是郭大师傅名正言顺的弟子，拉拢于明堂一个，就相当于拉拢2位化境大师傅。不像霍元洪，都没法在公开场合声称是李书行弟子，得不到李书行撑腰。江婷蹙眉道：于明堂不合适。吴晓霞摇头，他资质太好，又是世家出身，真娶了你，怕会引狼入室。但霍元洪不同，此人尚处微末之际，连自己师傅都不愿站出来撑腰。若得我调集商会资源，亲力提携，人生得意，再有你这样的大家族才女屈尊下嫁，定会死心塌地。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吴晓霞能带着女儿在西洋打拼出一番事业，自然也不是简单角色，相当清楚如何在微末之际收买人心。日后有一位死心塌地的暗境巅峰，甚至是化境在，进取虽不足，但守成却够了。要是运气好，在大量资源堆砌下，侥幸助其更进一步，化境中期乃至后期。吴晓霞及时止住这种不必要的幻想，她早就过了做白日梦的年纪了，那就非得让女儿下嫁吗？江婷忍不住道，还是不甘心。金门师范市仅有的3座女子学府，考进去的难度堪比男子考京师大学府。她作为其中的学生，向来是众人眼中耀眼的才女，不知多少大家族公子少爷每日候在学校门口，就等着见她一面。连余胜那样化境有望的天才，都对她礼待有加。再说了，她生父所在的京城江家也是巨贾之家，论资产不比金门首富逊色，无非是势力范围不在此地罢了。如此条件，要下嫁一个贫寒武人，自然是不甘心的。像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之人，哪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先试着处处看吧，要实在合不来，妈也不强迫你，只是希望你将来莫要后悔。看着闺女难看的神情，吴晓霞只得无声的叹息。按铃唤来了家里的下人，备车，我要去一趟老霍那，跟他谈谈阿红的事。相亲，再来一遍。傍晚，霍元洪回到家，就从霍府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阿红，你年纪也不小了，看对面老罗家的小子，娃都快能走路了。霍府笑呵呵的说道。可是霍元洪微微皱眉，他现在的心思都在练武上，每天练9个时辰，都嫌时间不够，哪还有什么精力应付这种琐事？谈情说爱，哪有看着自己的武道进度蹭蹭长来的爽？但看着傍晚落日下父亲那满头刺眼的白发，霍元洪猛然意识到，父亲老了，父亲已经不再是当年他进入问剑武馆时那个浑身都是气力的汉子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再大的事也大不过传宗接代。过去那些年，眼瞧着邻居那些同辈人一个个的抱上了孙儿，父亲心里定是不好受的，只是不想让他分心，更不想让他为难，才一直忍着不说。明哥，我去看看吧。霍元洪沉默了会，还是应了下来，给父亲夹了几块猪肉。不用不用，这太腻了，吃不惯。阿红吃。父亲本能的要将猪肉夹回来，这么多我吃不完。师傅说了，练武的人不能吃隔夜菜，留到明天我也不吃了，还是爸你帮忙解决了吧。霍元洪编了个小小的谎言，他心里明白，父亲是个倔脾气，要不这么说的话，是坚决不肯吃肉的。哪怕他现在领到的生活补贴足够让家里顿顿吃肉，父亲也宁可将自己那份省下来，攒着给儿子当家底。你这孩子，爱吃不完还买这么多，送的，不要钱。晚霞的光晕中，霍元洪跟父亲坐在桌旁，一起啃着猪肉，啃得满嘴是油。他特意让肉市老板多切了些肥肉，这年头的肥肉可是比瘦肉值钱多了，尤其父亲这样很少吃肉的，最爱的就是肥肉。今夜父亲似乎心情颇好，话特别多，絮絮叨叨说着他年轻时候的事。霍元洪专注地听着，时不时露出会心的笑容。昔日那个只能沉默啃螃蟹的夜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翌日上午的时候，霍元洪请了个假，直奔城北那片闹市而去。约见的地点是闹市里头的一家茶馆，虽然生意不怎么景气，但据说老板曾在道上也是好人物，后来年纪大了金盆洗手，才开了这家茶馆。霍元洪跟江婷刚见面，还没聊上几句，就听得包间外传来了声音：“婷婷姐，是你吗？”霍元洪转头看去，只见刚上过茶时还没关上的包间外出现了一个年轻靓丽的女子，一身浅蓝上衣，黑色百褶裙，领口刺绣着金门女子师范的校徽，显然是江婷的同学。女子身边还走来了一个差不多20的男子。婷婷姐，你不是说下午有事吗？怎么跑这里来了？这是你朋友？蓝衣女子显然跟江婷关系不错，一点也不见外的就进了包间，在旁边坐了下来。一旁的男子则是审视的看着霍元洪，一言不发。这是以前在金门的邻居，现在回金门读书了，就顺带看看。江婷似乎颇为在意两人的态度，忙站起身来，露出一副跟霍元洪不熟的模样。明堂兄，明芳学妹，你们怎么也在这里？来者正是拜在八卦掌大师傅门下的于明堂和他的妹妹于明芳，正巧路过，听到婷婷的声音，就过来打个招呼。于明堂
堂说道：“原来这样。”江婷自然是不怎么相信的，他故意挑了这么个冷清的茶馆，就是不想自己跟霍元红相亲的事被人知道。但于明芳是她要好的闺蜜，于明堂更是八卦掌郭大师的得意门生，一手厉害的八卦掌让她很是钦佩。因而哪怕觉得两人在跟踪她，江婷依然保持着得体的笑容，主动起身泡茶。没事，婷婷你坐，我们叫了茶水。于家兄妹在旁边坐下，跟江婷一起聊了起来，从西洋留学的旧事，一直聊到练八卦掌的不易。期间，于明堂还亮了一手功夫，爆发八卦掌明镜，一掌将旁边装饰用的木桩打出个清晰的掌印，足有半寸那么深，引得江婷不禁侧目，眼中流露出惊叹。这可是木桩啊，竟用肉掌印出个掌印来，哪怕不是那种相当硬的铁木，也堪称非人了。接下来，于明堂跟他们细细讲述练八卦掌的难，常人得练10年8年才能将劲力练到这般程度。两女频频惊叹，似乎深深带入其中，感受到修行明镜的不易。霍元红却是没法感同身受，毕竟他从明镜入门一直到大成，就用了不到2天，实在体会不到有什么难。更别说现在，哪怕更硬的铁木，也能打出大半个拳头深的凹陷来。不知两女在惊叹什么？哥，那你用了多久练到这个程度啊？2个月。于明堂轻描淡写道。两女再次发出了由衷的惊叹，惊艳于于明堂的天资之高，常人得练10年8年的功夫，他竟然只用了2个月就练成了。这位兄台觉得如何？于明堂见霍元红一直闷不作声，便笑着看了过来。这个嘛，霍元红沉吟了会，还不待说什么，就见江婷抢着接过话头，自然是极了不得的。他这人不太喜欢说话，明堂兄勿怪。江婷主动向于家兄妹解释，生怕霍元红碍于颜面与于家兄妹针锋相对，影响到自己在熟人面前的形象。于家兄妹也没再纠缠，很快就继续跟江婷聊了起来。霍元红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索性便回顾起了这2天练的功夫，握着一根筷子，自顾自地演示着刺枪动作。这几天他忙着练功，一直都抽不出时间细细回顾，现在正好消化下此前囫囵吞枣的感悟。随着一点点的复盘回顾，他对于明镜、顶心肘劲法运转的体悟也愈发清晰透彻，从知其然，渐渐的道知其所以然。8极拳明镜600分之4505，眼前浮现出提示，竟是功夫又有了长进。早上来这里前，他已经将明镜练到了600分之490，而现在通过对之前2天的复盘回顾，彻底消化理解了劲力运转后，他的进度一口气就涨了15点，都接近明镜巅峰了。我的武道灯神天赋，其实就是个带了保底的效果放大器。要是仅机械练习，固然也能一次次被动纠正瑕疵，相当于保底进步，但要是能自己有所领悟，再将领悟成果放大365倍，速度自然会更快。功夫进度的喜悦，将霍元红相亲的心思彻底淹没，掏出随身带的那副药膏，用茶水送服后，就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了复盘温故之中，以快为枪，忘我的揣摩着劲力运转之道。而在江婷眼里看来，这个曾经的邻居是为于明堂的天赋才情惊艳，不敢多说话免得露丑，连争都不敢争。顿时他不由得更加失望了，彻底没了兴趣，不再关注霍元红，只顾着跟于家兄妹聊天喝茶。做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跟霍元红拉开距离，一副两人不熟的模样。聊着聊着，楼下忽地响起了异样的动静，砰！先是有东西被砸破的声音，再是桌子被掀翻的噼里啪啦，隔着包间门都很是吵闹。老板，怎么回事？于明堂拉了拉铃，换来了茶馆的老板。小麻烦，就一点小麻烦，客官放心，马上就能解决。老板似是知道于家兄妹的身份，态度很是客气，连连拱手道歉。旋即便看到6、7个壮汉提着棍棒冲了下去平视。作为道上的狠角色，哪怕如今退隐了，茶馆老板也依然养了批镇场子的打手，人手不多，但对付地痞混混和一些醉汉，倒也足够了。眼见老板命人去平视了，于家兄弟和江婷再次有说有笑了起来。砰！噼里啪啦，出乎意料的是，楼下的动静非但没平息，反倒是更嘈杂了，还夹带着隐隐约约的惨叫声、痛呼声。怎么回事？于明堂再次喊来老板，已是有些不耐烦了。抱歉，客官实在抱歉，是红衣会的人在闹事，再给小老儿一点时间，能摆平的，能摆平的。老板不断的陪着笑，旋即沉着脸亲自下楼去调停了。楼下终于静了一阵，但没过多久，就再次噼里啪啦了起来，还一路朝着2楼蔓延过来。明芳，我们要不先离开吧，茶馆还有个后门可以出去。江婷有些担心。没事，婷婷姐放心吧，有我哥这位大高手在，那什么红衣会的打手不足为惧。于明芳笑嘻嘻的说着。也是，想到于明堂刚才展露的八卦掌功夫，江婷倒也安心了下来。那所谓红衣会，左右不过是些地痞打手罢了，要真碰上明镜高手，那就是不堪一击。我下去看看，茶温着，回来喝。似是为了让江婷安心，于明堂站起身来，出了包间，关好门，信步朝着楼下走去。有我哥出手，很快便会清静下来了。于明芳拍手笑着道：“明堂兄的八卦掌可是得了郭大师傅的真传，对付这些地痞混混，自是手到擒。”江婷的话音未落，就听得一声巨响，一道眼熟的身影砸破包间门，重重跌在地上，满脸是血，生死不知，竟是刚出去的八卦掌传人于明堂。哥！于明芳惊叫了起来，江婷更是一阵发懵，被难以抑制的恐慌
金黄包围。这才多久？他们最大的依赖八卦掌能在木桩上印出掌印的于明堂，竟被打得昏死过去。这不起眼的茶馆怎么会惹来这么可怕的高手？桌上的那杯茶依然温着，只是没人能喝了。于明芳和江婷也顾不上喝茶，面色紧张地看向包间门口，那里有一道高大的身影，仿佛暴熊般不紧不慢走了进来。道上出身的茶馆老板则是被他提在手中，满脸是血，生死不知。看那满身的横肉、粗大的骨架，还有蒲扇手掌上的厚厚茧子，显然是外家高手。人未至，仅那一身凶悍暴虐的气息，就让两女犹如被无形大手扼住喉咙，只能瞳孔大张，眼睁睁看着这暴熊般的身影走到近前，头落下高大恐怖的影子，将他们彻底笼罩。完了，首当其冲的是江婷，作为有名的才女，又陪同母亲见识过不少场面，她本自诩凭借自己的才学巧面，无论遇到什么场面都能周旋一二。可如今，先是八卦掌高手于明堂昏死过去的一幕，对他的心神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再是直面那扑面而来的惊人煞气，高出一个头魁梧体型带来的强烈压迫，使得他意识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说不出话来，只能惊恐地看着那暴熊般的强人距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那道可怖的身影。除此之外，俱是白茫茫一片，除了沉闷的脚步声外，听不到其他什么声音。你打断我的思路了。就在江婷几乎绝望之际，一道淡淡的声音忽地响了起来，犹如落入死湖的石子，将这沉闷的让人窒息的气氛打破。江婷的视野中，那片仿佛陷入白茫茫的世界中，突兀多出了另一道身影，一道分明并不高大，却大枪般永不会动摇的身影。而在这道身影站起来，横亘在他面前的刹那，那暴熊般凶人带来的可怖压迫感，也犹如被一杆大枪捅破，让他终于回过神来，有了喘息的余地。是霍元红，竟然是他。